饭后呢，程沁带着苏腾出门去散步。等两个人走后，程二哥问着大哥：“大哥，你有没有觉得咱们妹妹今晚有点怪怪的？非常不自然，还动不动就脸红，不太敢看苏腾的样子，跟平时判若两人。我跟程沁做兄妹20几年了，还是今晚才看到她害羞的一面。原来程沁也会害羞的，会害羞了才有女孩子的样，平时就像个男孩子似的。大大咧咧，脸皮厚得像砧板。”程大哥自顾自地去沏茶，没有马上回答弟弟。程妈妈呢，在厨房里洗碗筷。听到小儿子的话，她忽然从厨房里出来，对两个儿子说道：“你们过来，妈跟你们说件事，趁苏腾不在这里。”“什么事？”神神秘秘的。妈，你的表情很严肃，不好的事。程二哥走过来，好奇地问着母亲。见母亲神情严肃，他不敢嬉皮笑脸了。程大哥手里还端着茶壶呢，以为出什么事了，他也赶紧凑过来，关心地问道：“妈，怎么了？苏腾回来后说了什么吗？他向我妹表白了，我妹一点准备都没有，他就表白，吓得我妹当时就跑出了武馆。我说让他别追，让程沁冷静冷静的。现在看他们俩似乎有戏的呀。”程二哥偏头看着大哥：“大哥，你说苏腾向我妹表白了？”程妈妈说道：“苏腾说他有病，他刚才跟程沁坦诚了一切。我去偷听，没有听得太清楚，但他说他真的有病，是什么病？我没听清楚他那个病的名称，反正就是因为那个病，他才单身至今的。”啊！程大哥兄弟俩都叫了一声。那两个人的脸色很快就发生了变化。程二哥叫道：“他该不会是不行吧？他好像是说没什么反应的。我想听清楚一点，他当时开着门，没有关房门，妈又不敢凑得太近去偷听，就听得不清不楚。哎，我现在也急死了。你们是男的，男的跟男的说话就没有那么多顾忌吧？等会儿他们俩回来后，你们兄弟俩悄悄去找苏腾谈谈，问他到底是什么病，能不能治好，千万不要记医。我们云城也有很多好医生的，多走几家医院看看。”兄弟俩呢都严肃地点了点头。很快，程大哥低沉地道：“妈，我觉得应该不是那问题。若是他真有问题，他不会向我妹表白的。他对阿沁的心意，我们都能看出来，是真心的。他怎么可能让阿沁守活寡？所以呢，不会是那方面的毛病。”程大哥冷静地分析。程二哥也附和着：“妈，我觉得大哥分析的不错。苏腾在我们家住了这么长时间，我们不敢说对他非常了解了，但他对阿沁的心意，我们都看出来，能肯定他是真心的。真正爱一个人，又怎么舍得让他婚后守活寡？他若真是那方面有毛病，也不会向阿沁表白，不会害了阿沁的。”程妈妈想了想后说道：“你们说的也有道理，不过等苏腾回来，你们还是要去问清楚，免得我这颗心七上八下的，半天吊着难受。还有苏腾喜欢我们程沁，两个人是般配，但苏腾是豪门阔少，咱们家与他们家还是有差距的，谁知道他的父母能不能接受咱们程沁呀？等你爸回来了，我跟你爸说说，让他带着老大悄悄去管城一趟，打听一下苏腾父母的为人。”程大哥点头：“我自己去也可以的，我今晚就订机票，明天一早飞往管城啊。让你爸带着你去，你始终还年轻，看人的眼光还欠点火候。你爸一把年纪了，又在江湖上混了几十年，看人的眼光还行。他家女儿，总要让他替女儿打听一下，未来婆家好不好，可不可靠，要不是怕苏腾起疑心。”程妈妈都想去一趟管城。程二哥说道：“我觉得苏腾的父母应该不会嫌弃我妹的，也不看看苏腾多大年纪了，4舍5入的话都40岁的中年大叔了。我们家程沁才24岁，还不足25岁呢，年轻的很，要嫌弃也是我们嫌弃苏腾老。
苏腾的父母估计急疯了吧？好不容易苏腾有个喜欢的女孩子，他们会嫌弃？说不定迫不及待地跑来我们家提亲呢。苏家是豪门又如何啊？咱们程家很穷吗？我们程家不敢说有几百亿身家，但是所有资产加在一起也不少得了。爸妈不早就给我妹妹准备了房子、商铺等资产吗？已经胜过无数人的了。当然了，苏家要是敢嫌弃我们家阿沁，那就休怪我们夫情棒打鸳鸯了。不对，我们家程沁还没有接受苏腾的感情呢。以后两个人保持距离，对我们家阿沁来说一点伤害也没有，难过的反而是苏腾，还是要去一趟管城了解了解的。程大哥已经掏出手机来准备自己订机票。妈，我爸的身份证号码是多少？我现在就订我和我爸的机票，明天飞一趟管城。程妈妈记得丈夫的身份证号码，报给了儿子，让儿子订机票，同时对小儿子说道，不管如何也是要去管城打听打听的。现在我们对苏家的了解都是通过苏腾偶尔提及的，程沁那丫头问了他也不清楚。女儿去管城的次数也就2、3次，每次去的时间也不长，不清楚也很正常。程沁不知道母亲和兄长的计划，他带着苏腾出来散步，也没有走太远，就在附近的街道随意逛逛。由于下雪的原因，又是晚上，路上行人匆匆，也不多，不像平时那般热闹。你冷吗？程沁问着身边的男人。来了这么长时间，已经适应了。苏腾在冬天的时候去过北方滑雪，他又不是天天待在管城的人，全国到处飞的他，其实能适应北方的寒冷冬天。你有什么想要买的吗？没有，我现在什么都不缺，没什么想买的了，想吃的。你平时都请我吃，吃的次数多了，喜欢吃的也觉得没有那么喜欢了。程沁说完后忽然低呼着，我忘记了那束花，你送给我的那束花还在武馆里。苏腾宠溺的道，你喜欢，我以后天天送给你。要不我现在陪着你回武馆拿那束花。程沁说道，回去拿吧，不用天天送，偶尔送我一束，给我一个惊喜就行。天天收到花束没有了新鲜感，没什么感觉的。苏腾笑，好，听你的。他送给他的花，他想到的是鲜花饼。苏腾也怕天天给他送了花束，他都在想着鲜花饼，而不是想到他有多爱他。女人最喜欢的2种花，随便花，有钱花。他可以送他钱花，让他有钱花。先去买衣服，我送套衣服给你。程沁觉得收了他送的花束，他要回报一点给他。就决定送他一件厚的外套。你要送衣服给我？苏腾很开心，看你穿的这么少，我怕你冷着，送件厚的外套给你。不过我没有你那么有钱，穿的都是名牌，我只送得起1000几百块钱的外套给你。你要是嫌弃的话，不要扔了，还给我，我给我大哥穿，他和你差不多的身高。苏腾立即说道，我不嫌弃，送给我的就是我的，不能要回去。大哥多的是衣服，他的衣服比我的厚很多，我是没有多少厚衣服，其实我很怕冷的，看我现在都不怎么敢出门，天天都窝在办公室里，要不就是你家武馆或者你家里，都是有暖气的地方。刚才还说自己不冷的苏腾，生怕程沁会反悔，要将买给他的衣服送给未来的大舅哥，扯着谎话说自己很怕冷，就知道你是要风度不要温度的。南方人来了我们云城，都会说我们这边的冬天很冷的，你就算天南地北的跑，待的最多的地方还是你们管城的。哎，不怕冷才怪呢。管城现在的气温着实让程沁羡慕，舒服得很哈。苏腾笑道，我们那边没有供暖的，冷的时候是真冷，就全靠一身正气撑过一个又一个冬天。两个人边说着边进了一间服装店。我很少买衣服，不会挑。程沁，
你帮我挑挑。苏腾说的也是实话，他的衣服都是有专门的设计师帮他量身定做的，或者是品牌方送给他穿，让他帮忙打广告，能被苏少主穿在身上，代表那个牌子的衣服很好，大家会抢着定制同款衣服，比品牌方自己打广告还有效。程庆恩着，他不客气地帮苏腾挑衣服，从外套到里衣再到裤子，差点连老底都帮他买一沓了。等他们俩从服装店出来时，苏腾手里拎着大包小包，俊脸上的笑容比管城正午的太阳还要灿烂。两个人步行着先去武馆，拿到了程庆落在武馆的那束花后，又一起步行着回家。已经有约会的感觉了。程家人看到两个人回来时，像往常一样相处的融洽。苏腾两边手还大包小包的。程二哥问了句苏腾：“你买了什么东西？买了这么多？”他又瞄向自家妹妹，见妹妹没有异样，心里腹诽着，怎么看两个人都不像是恋人。妹妹还是将苏腾当成哥们吧。那还有苏腾到底有什么病？程妈妈切了水果，看到两人进屋呢，便招呼着刚切好了水果：“你们就回来了，过来吃水果。”程庆给我买了几件衣服。苏腾笑嘻嘻的，他提着大包小包走过去，在两位未来的大舅哥身边坐下，就开始炫着程庆买给他的衣服。程庆见他那副炫耀的样子，脸上热热的，不用照镜子，他知道自己又红了脸，做都没有做，就对家人说道：“妈，大哥二哥，我先上楼休息。”说着抱着花束上楼去。不想让家人看到他害羞脸红的样子。程庆两位哥哥很配合着苏腾的炫耀。苏腾炫一件外套，他们就夸程庆眼光好，给苏腾挑的外套很帅气，也很厚呢，穿上去肯定很暖和。又说他们和程庆做了20几年的兄妹，程庆很少给他们买衣服。总之啊，几件衣服就让苏腾心花怒放，尝到了爱情的滋味，也体会到身边朋友们收到心上人送的东西，哪怕不值钱，就也会很开心的心情了。程家哥哥最后并没有问苏腾到底得了什么病，程大哥已经订好了机票，明天一早就和程馆长坐飞机去管城。他们想悄悄地打听苏家人的人品，也想知道苏腾到底是什么病。他们是怕当面问苏腾，苏腾不会说老实话，就还是自己去打听吧，更好一点。一夜再无话，隔天一早，程大哥和程馆长父子俩就坐着计程车赶往机场。他们走的时候，程庆都还在梦中，就连向来早起的苏腾，因为刚好做着美梦，梦到他正想亲吻程庆，还没有亲到，他舍不得醒来，所以不知道程馆长父子俩出远门了。程家父子俩前脚刚走，苏家主夫妻俩后脚就到了。他们为了不吓到未来的亲家，没敢带着保镖团，开着一列列的豪车过来，就夫妻俩开了一辆很普通的车子，想着这样显得接地气一点。给未来亲家准备的东西，除了几盒参、几盒燕窝之外，就没有贵重的了，也是怕送的太贵重，亲家不肯收。但是就几盒老参、几盒燕窝，他们又觉得礼太少，于是他们在来之前跑去了油油山庄，在油油山庄山脚下搜刮了一遍，什么呀，芋头呀，腌制的芋苗，咸菜啊，晒好的菜干，加鸡蛋、龙眼干等东西。这些东西不值什么钱，但接地气，他们觉得送给未来的亲家，亲家肯定会很喜欢的，也会照单全收，不会拒收。程母又是他们那边的人，远嫁几十年，估计最喜欢这样的礼。夫妻俩开着一辆7座的商务车过来，停在了程家的门口，车上就塞满了他们带过来的接地气的礼品。老公，我们来的是不是早了点儿？看亲家的门都还没有开呢。
路上行人也很少，可能是云城这边太冷吧。大清早的，大家还赖在被窝里，除了要上班的人。家主夫人看着程家紧闭的大门，意识到夫妻俩来得太早，可能会扰人清梦。苏家主看了看时间，说道：“我们来的是早了点儿，若是夏天的话，这个时间很多人都起来了的，要不在车上等一会儿再去敲门呢？”家主夫人说道：“我先打电话给儿子，叫他起来。”说着，家主夫人便打电话给苏腾。苏腾刚梦到自己亲到了程沁的红唇，还没有伸长，就被刺耳的手机铃声吵醒。醒来后，他还在回味着梦里的亲吻，摸了摸嘴巴后，苏大少主才反应过来，他在做梦，不是真的呀。程沁虽然没有逃避，也大方地面对他的表白，但他说呀，他还要考虑考虑的，并没有马上回应他的感情。就是做梦也甜呀，该死的电话，哪个没道德的人，大清早的打电话给他，扰他清梦。苏腾顿时就来了火气，超过了手机，也不看来电显示，就接听电话，开口就阴森森的问着：“你谁呀？大清早的扰人清梦，你最好就有天大的事情要告诉我，否则怎么样？你说我是谁啊？我是你妈，我在程家门口了。你最好现在就出来开门，否则我进去了，扒了你的皮。”苏腾恶狠狠的，他老妈比他更凶狠，几句话就让苏腾火气全消。他猛地自床上坐起来，低叫着：“妈，你说什么？你在程家门口了？哎，我爸也在啊，父母说要过来。”哇，还真的过来了，来的还这么快。你爸在我旁边，我看到亲家的大门还紧闭着，他们可能都还没有起来吧。儿子，我们是不是来得太早了？苏腾边翻身下床边应着：“当然早了，大冷的天你们也来得这么早。我爸说要过来，还真的过来了呀。都说了，时机还没有成熟，你们过来会吓到程沁的。妈，你和我爸等几分钟，我马上下楼去给你们开门。”抱怨着父母还真的来了。苏腾也不可能真让父母在外面等着的，他交代了母亲2句就挂了电话，然后以最快的速度换过了衣服，穿上厚的外套，抄着手机就赶紧下楼去。程家的大门是还没有开，但是程沁兄妹已经起来，习惯早起给一家人准备早餐的，那程妈妈就更不用说了。程馆长和程大哥出门时，还是程妈妈给他们准备的早餐，那让父子俩吃了早餐才出门的。苏腾以为自己起得早，下楼时看到程沁兄妹俩，才知道自己是最晚起来的那个。苏腾起来了吧，阿姨给你留了早餐，趁热快吃了，他们俩已经吃饱喝足。哎，等会儿就回武馆了。程妈妈从厨房里出来，笑着对苏腾说道：“阿姨早。”苏腾笑着问好，又朝程沁兄妹俩打招呼，脚下未停，往外面走去。见他脚步匆匆，程沁跟着他走，关心地问道：“苏腾，出什么事了？”程妈妈也跟着走到了屋门口看着。苏腾停下来等着程沁，等程沁走到了他的身边，他小声说道：“程沁，我爸妈来了，他们现在就在你家门口，刚给我打电话了。”程沁愣住，苏腾的父母来了？此刻呢，在他家门口。他的第一个反应是，他们冲着他来的吧？程沁莫名的就有点紧张，低头就看自己今天的衣着，觉得没什么问题。他还是抬手整理了一下衣衫，又摸了摸头发，问着苏腾：“苏腾，你看看我现在的状况还好吧？”苏腾笑道：“你什么时候都很好，不用担心，不用紧张，我爸妈很随和的，我才不紧张呢。我是觉得初次见面，没有刻意打扮，也要大方得体啊。我去开门。”说着，程沁抢在苏腾之前，穿过院子去开了门。一辆黑色的商务车停在他家门口，
看到他开了门，车上的人按下了车窗，很快便有人下车。那是个中年美妇，看上去和苏藤有几分相似，不用问也能猜到这位中年美妇就是苏藤的母亲。程沁在心里叹了句：苏太太保养得真好，看上去就像是苏藤的姐姐一样。两个人站在一起，一点都不像是母子俩。家主夫人微笑地走过来：你是程沁吧？我看过你的相片。你好，我是苏藤的妈妈。伯母，你好。程沁连忙问好。苏藤跟着程沁出来，叫了一声妈。那家主夫人笑着点头，那双美眸落在程沁身上，将程沁从头到脚打量了个遍，觉得程沁真人比相片还要好看。跟他家儿子非常般配。那家主夫人一看程沁就喜欢上了，唯一能救他儿子的女孩子。她早在看到相片时就觉得程沁很好，很欣赏程沁。苏家主呢也下了车。程小姐你好啊，我是苏藤的爸爸。苏家主以往说话响亮至极，此刻在程沁面前说话却温声细气的，没有一点以往的粗犷。程沁又叫了一声苏伯伯，就连忙请着两人进屋里。苏伯伯，伯母快进屋吧，外面冷啊。好。夫妻俩就异口同声应着。苏家主手里的车钥匙扔给了儿子，对儿子说道：把车上的东西都搬进屋里去。苏伯伯，你和伯母来就来了。不用带什么东西的。程沁热情地请着两人进屋。苏太太说道：也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，是一些我们那边的农家特产，不值什么钱。苏家主附和着：是的，是的，不值什么钱的，就一些番薯、芋头、水果等，真不值什么钱的，不过是我们的一点心意。早就听苏藤提起你，你救过我们家苏藤，我和他妈妈早就想亲自登门致谢的了，一直没有时间，只好让苏藤先向你们致谢。现在有时间了，我和他妈妈就赶紧过来拜访一下。程小姐，那晚真的谢谢你，要不是你，我们家苏藤还不知道会被人揍成什么样子呢。苏家主夫妻俩还不知道儿子已经向程沁坦诚了一切，还在帮着儿子编造着谎言呢。程沁笑着：苏伯伯，苏藤的拳脚功夫很厉害，那晚就算没有我的仗义帮忙，他也能全身而退的，更何况那些人还是苏藤安排的，他是刚好入戏了，若是他没有入戏，苏藤的手下就演不下去了。程沁并没有戳穿苏藤，以为苏藤做那件事连父母都瞒着的。事实上苏藤也是瞒着父母的，不过他父母不是一般人，他做的事父母都知道，但不吭声。在屋门口看着的程妈妈见女儿带了两个陌生人进来，那两个陌生人和苏藤都有几分相似，那很快就猜到了来者的身份。程妈妈呢就连忙推开了主屋门口的大门。苏太太见到程妈妈，差点就要叫亲家了，话到嘴边急急打住，怕过于唐突会吓到未来的亲家。程妈妈是没想到苏藤的父母会过来，心里想着丈夫和长子刚去机场，准备飞往管城打听苏藤父母的为人呢。不过他们来了也好，丈夫去管城打听苏家为人的时候，不会被苏家人发现，就不至于太尴尬。就程家人对苏藤还是很满意的，若是苏家的为人很不错，远就远点，他们都会同意程沁远嫁到管城去。就是不知道苏藤有什么病，昨晚兄弟俩没有去问苏藤，程沁也没有跟家里人说。程妈妈是通过女儿对苏藤的态度，猜到苏藤的身体没有太大的问题的了。可能是以前有病，现在治好了吧。用儿子说的话，苏藤若是没有治好身体的毛病，是不会向程沁表白的。那真正爱一个人，怎么舍得娶回来守活寡呀？这样想着，程妈妈放心了。两亲家见面，程妈妈觉得苏家主夫妻俩脾气很好，
很随和，显得也很接地气。苏家主夫妻俩为了不给未来亲家压力，在过来之前特意去买了几套便宜点的衣服，不敢穿着大牌子的衣服，免得未来的亲家觉得他们家太富有了，说句高攀不起，那他们就拖了儿子的后腿。那程家的情况，苏家主夫妻俩早就摸得一清二楚，他们一点也不嫌弃程家，反而觉得两家属于是门当户对。严格来说，还是程家吃亏了呢。他们家苏腾已经是中年大叔，人家程沁还是个水灵灵的小姑娘。苏腾属于老牛吃嫩草的，所以苏家主夫妻俩姿态摆得很低的，没有端着苏家家主的架子。母亲和二哥帮忙着招呼苏家主夫妻了。程沁扭身便走出去帮苏腾搬东西，看到苏腾杠着一蛇皮袋的东西进来，他问他东西都拿完了，这是什么？车上还有很多，我爸妈拉了一车过来，怪不得他们会用7座的商务车了，是当成货车使用的。后面5个座位塞得满满当当的不说，车尾箱也是塞得满满的，只要他一开车尾箱的门，塞在后面的那些东西都能掉下来，这是一大袋的呀。苏腾答道，就也不知道父母是去菜市场买的，还是跑去哪条村子里收购回来的。他打开来看过，袋子里的很亮的。程沁喜欢吃烤，有这一袋的，他可以天天烤着吃了。他爸妈已经摸透了程沁的喜好，他喜欢吃的哪怕是烤，父母也记住了。苏腾能预见以后他和程沁结婚后，他这个亲生儿子会被父母推到一边去，父母眼里绝对只会有儿媳妇。那他这个儿子大概是沦为给他们添孙子的工具人啊。这么多的，那可以烤红薯吃了，自己烤，外面买的烤，10几块钱一条，太贵了。程沁果然很喜欢，车门还开着，程沁走过去，探身入车内一看，啧舌，一车子都是吗？他也杠起了一蛇皮带，不知道是还是芋头进去。就很快呢，程二哥也出来帮忙，3个年轻人来来回回的往返了好几次，才将塞满车的农家特产全都搬进了程家的大厅。那贵重的几盒老参盒、几盒燕窝都被塞到了一个蛇皮袋里。苏腾还以为父母真的只带了些农家特产过来呢。不过苏家送来的这些礼品，程妈妈收的没有一点压力，更何况苏家主夫妻俩都是打着登门致谢的旗号。苏家主夫妻俩来了，程沁兄妹俩暂时没有回武馆，留在家里帮忙待客。知道苏家主夫妻俩还没有吃早餐，程妈妈赶紧带着女儿进厨房重新准备吃的。也是这个时候，程沁才有时间问母亲妈，我爸和大哥今天这么早就回武馆了，我打电话给大哥，大哥没有接，打给我爸，他也不接。程妈妈往外面望了一眼，才低声答道，你爸和你大哥订了今天的机票，去管城一趟，替你打听苏家人的为人怎么样。谁知道苏腾父母就过来了，程沁，我还没有考虑好呢，爸和大哥就跑去管城了，就是要在你还没有考虑好时，先帮你打听清楚，确定你嫁过去不会受委屈，就不会受欺负，才能放心的让你和苏腾发展呀。程妈妈又说到，现在见到了苏腾的父母，我觉得我的担心有点多余，他们对你明显很满意。苏家是什么门庭，他们第一次登门拜访，没有送那些贵重的东西，却特意带了那么多农家特产，是替我们考虑，怕我们觉得他们家门槛太高，咱们这高攀不起，愿意迁就着我们，说明他们对你的看重，否则人家过来就是趾高气扬，一副高高在上看不起人的样子，他才不相信苏家主夫妻俩的说辞呢。程沁帮苏腾的事儿都过去了那么久，真是冲着这件事来的，早就来了。那两人明显呢是来看程沁的，送来的东西也是他们能接受，更是女儿平时很喜欢吃的，不值钱，重的是心意啊。他们也刻意开着一辆普通的车子过来，
身上的衣服和妈身上的没什么区别，对我们的态度没有刻意的热情，都是很自然的喜欢。要这样说有点刻意吧，那就是带着点讨好。程沁，妈想的真多。就这样见了见面，妈分析出一大堆道理来。苏腾很优秀，虽说比你大了很多岁，只要他对你是真心的，我们也不会拦着你们俩在一起。本来还担心他的父母不好相处的，看多了豪门里的大家长，霸道、固执，讲究门当户对。妈是真的很担心他们会嫌弃你的，现在不太担心了，等你爸他们回来，那你就可以答复苏腾了。程沁说了句苏腾有寡情病的，他说的除了我，他面对其他女人都没有反应，他家里当然不会嫌弃我，也不敢嫌弃。程妈妈扭头看着程沁，问道：你说什么寡情病？苏腾有病就是寡情病，一辈子只对一个女人有反应，若是遇不到能让他有反应的女人，他就是个太监，治不了。可以说是听天由命的。程妈妈活了几十年，第一次听到过这种病。这么说，你若是嫁给苏腾，不用担心他会对你变心，也不用担心其他女人爬他的床和你抢他了。程沁答道：理论上是这样。苏腾也说他面对其他女人是一点反应都没有的。他父母知道他这个情况后，天天都给他安排相亲，他不去相亲，父母就给他看很多年轻女孩子的相片，希望能有人让他有反应，但都无果。程沁把自己知道的都告诉了母亲，他父母着急他的婚事，严重到只要他多看一个女孩子一眼，他父母都会以为他对那个就女孩子有反应的地步。程妈妈听得惊奇，她问他是怎么确定对你有不一样的反应，你们俩做了什么呀？问完后，程妈妈又严肃地说：女儿闺女，不管苏腾对你是真心还是假意，没到结婚那一天，你都不要交出自己，女孩子要洁身自爱一点。妈经常刷到一些小作文或者小视频，有些女孩子还没有结婚便怀孕了，导致她们被婆家看轻，说好的彩礼钱要么减少，要么取消不给了，这种婆家嫁过去也不会幸福的。人家看轻你了，妈不是说思想保守，跟不上你们年轻人的潮流，而是我当妈妈的不愿意看到我的女儿被未来的婆家轻视，所以你千万别和苏腾越过雷池半步，就算订了婚也还要守着，等领到结婚证成了合法的夫妻，那就算还没有办婚礼，妈也不管你们了。程妈妈担心女儿年轻冲动，又因为没有感情经验，虽说苏腾过去也没有女友，但他年纪大了，又在商界摸爬打滚10几年，见过的懂得的事情比程沁多，他担心女儿会被苏腾哄一哄，就未婚同居，未婚先孕。就算女儿是唯一能让苏腾心动的女人，表面上苏家父母不会说什么，就谁知道他们心里会怎么看待女儿。就算苏家父母不会看轻女儿啊，程妈妈觉得还是结了婚在一起好一点，说她思想保守也好啊。她就是这样教女儿的，他们那一代的人鲜少会有未婚先孕的情况发生。程沁低叫着：妈，你说到哪里了？我和苏腾怎么会发生那样的事？没有领结婚证我都不会的，苏腾也不会哄我，他身边的男人都懂得尊重女性，尊重心爱之人的任何决定，那他肯定也是那样的人。苏腾和战家的少爷们关系很好，战家的少爷们对他们的心爱之人是什么样的态度，程沁参加过战印和海童的婚礼，见过。妈看他也是个懂得尊重的人，妈就是提醒你一下，怕你年轻冲动。苏腾有告诉你，那他是怎么发现你就是他命定的人？程沁点头，将苏腾如何捡到他的相片，然后背着别人在背后偷亲他的相片，再通过他的相片找到了他，然后使了点手段，让他成了他的救命恩人。
两个人就这样认识了。程妈妈听了之后说道：“还好，没有瞒你太长时间。他愿意坦诚一切，你若是有气，气上2天就行了。他适合你，年纪大一点，会照顾你。自己的女儿还年轻，性格就有点大大咧咧的。苏腾成熟沉稳，心眼多，心也细，有他照顾女儿，程妈妈能放心一点。本来就很欣赏苏腾的程妈妈，在知道苏腾的特殊情况下，认准了苏腾就是自己的女婿了。而苏腾由于特殊的原因，他能娶到程沁，自会格外的珍惜。那程妈妈也不用担心女儿远嫁管城后会过得不好。母女俩在厨房里边说着话，就边给苏家主夫妻俩准备早餐。苏腾很快进来帮忙。苏腾，不用你帮忙，你去陪你爸妈说说话。程沁推着他出去。苏腾说道：“我爸妈让我进来帮忙的，你们又把我往外推，我到底该听谁的？对了，程叔和大哥是还没有起来，还是早就去了武馆里啊？”苏腾没有看到那对父子俩，现在才找到机会问了句：“你程叔和大哥出远门办事了，今早很早就出门去机场，现在应该上了飞机吧？”答话的是程妈妈。苏腾没有多想，反正该说的吧，他都说了。现在父母又双双过来，他只需要等着程沁考虑清楚。给他一个答复吧。说实话的，苏腾其实内心很紧张，他感受得到程沁对他的不排斥，程沁还会帮他买衣服。那他表白后，他也没有逃避，机会还是很大的。但是程沁一天没有明着说，他都担心，都紧张，害怕等来的是拒绝。不过就算程沁拒绝了，他也不会放弃的，就会一直追求到底。别说他有病，就算没病，他喜欢一个女人，也会认准了她一辈子，除了他不会再喜欢第二个人。阿姨不用准备太多的，随便煮碗面条给我爸妈垫垫肚子就行。苏腾说道：“等会儿我就送我爸妈回酒店休息，他们可以在酒店吃饭。”程妈妈说到：“你爸妈这么远过来，又是我们家的贵客，中午我请客吃饭。哎，你们看看是出去吃还是在家里吃？在家里吃的话，程沁你和二哥今天都别回武馆了，出去帮妈买点菜回来，家里的菜不多了哈。”程妈妈自己是不想出门的，太冷，她年纪又大了，受不了。开车去超市的话，其实不会有多冷，但是她现在不敢在雪天或者雪后开车。以前她在雪后开车出门，车轮打滑，差点出事，她吓到了。之后只要是雪天，她都不敢开车出门。在家里吃吧，阿姨，等会儿我和程沁去买菜。苏腾替父母做决定，父母哪里想走呀？恨不得像他一样住在程家呢。两亲家可以相互了解一下，熟识一下。